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，什么3000万？小姑娘，你大妈呢？他们去医院了。唬谁呢？邻居都说他俩拖行李跑了。既然找不到你爸妈，那就先收点利息吧。警察在附近，兄弟们先撤，晚点再找他。兜里10块钱，几千万债，怎么活？讨债的还玩 cosplay？ 前辈，请问有水吗？别叫前辈，水在那儿，自己拿。这个要扭开的。多谢前辈。叫前辈也得付钱，20块。这够吗？竟然有人拿银锭支付，发了！好，一定够了。能再拿4瓶吗？拿。水呢？收进储物间了。前辈，告辞。我的超市通议事了。随便看看。收银子吗？拿来看看。形制奇特，按银价2000。我有2恶，8瓶水换4000块，下次他来，管他水宝。啊，苏小哥，你怎么了？前辈，能换些吃食吗？想吃什么？能填饱肚子的就行。送你的，上次银子帮了大忙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苏家被云上宗陷害，全族圈禁。我们是炼气村，没囤粮食，孩子们饿得啃树皮。你族里多少人？1000多。圈禁的事我管不了，但米面管够。前辈愿意卖？1000袋大米装得下吗？能装。够吗？明晚来拿货。多谢云姑娘。1000袋大米，先把这堆宝贝换成钱。北先生，有块玉佩，请你看看。你在哪儿？你店门口。云小姐，可以看看玉佩吗？这玉从哪儿来的？祖传的，给多少？2万，修真界的宝贝才值这点儿。200万。成交。没钱还债，有钱买米。欠债的是继父，我没义务还。父债子偿。继父要还找他亲儿子陈洪鹏。信不信把你卖了接客还钱？周二哥，钱我会还，但几千万我一辈子也还不上。陈图刚一家6口，一人分1份，如何？我能找到他还盯着你？去他老家，店妈可能知道下落。少教老子做事！货款到了，先还10万。10万？不如我现在捅个人蹲几年，债你自己想办法。你干什么？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总能解决债务。你能还多少？2万，当路费去找陈图刚。逼急了没有？行，转账。搞定，今晚该交货了。
小哥又受伤了，找到族人了，护送我来时遇到妖兽。我给你包扎。不必，族人在外面等着。放心，只有我能进来。这是你的机缘，跟我来。这些全是给我的。你的玉佩很值钱，还需要别的吗？足够了，云上宗都没这手笔，渡过难关一定加倍补偿。你们的法器，凡人能用吗？凡人没灵力，催动不了。不过我学徒时练过一种，凡人也能带，能反弹筑基以下所有攻击。就这个，云姑娘需要吗？拳脚刀砍和法术都能反弹，都行，仅限筑基以下。够了。你想换什么？能再给些精米吗？没问题，大小刚合适。玉玺自动防御，云姑娘保重。反弹筑基及以下所有攻击。这个世界连个炼气器都没有。周二黑，下次试试动我啊！族长，云上宗就是要困死我们，不如投靠仙元宗。此等大逆之话不可再说！再等下去，苏家就完了，我们拼死也要冲出去！强行突围只会给他们灭口的借口。族长，苏元彻他们回来了。彻儿，找到能吃的吗？没有野菜，也没有果子。平安回来就好。云上宗根本没打算让我们活，投仙元宗跟他们拼了！你们别急，没找到野菜，但我换到了精米。真是精米，可这一小袋不够全村吃啊！有他在，周二黑动不了我，但凡人用不了法器，我得学修炼。算了，明天再说。进贼了还是周二黑搞事？进贼了还是周二黑搞事？住手！别想放火！他没有灵力，刚才是什么力量？又是异世界来的。你也需要食物吗？你说的是食物？这是超市，付得起价，什么都卖。你想干嘛？别乱来！那是一件法器，我想买你的手镯。你要的是手镯还是法器？我要的是法器。那你拿什么来换？看着挺体面，掏出来的全是破烂儿，你怎么不放储物袋里？我这荷包装不下。不是那种内有乾坤的储物袋。节子空间太稀有了，只有国师才有。给我介绍一下吧。增元丹和清心丹，我自己炼的。丹药，普通人能吃吗？不能，凡人吃了会爆体而亡。法器用不了，丹药也吃不了，这些暂时换不了手镯。不过留几瓶丹药在我这儿，我帮你问其他顾客替你换法器。丹药真能换法器？这些你全留着，需要什么丹药我都能炼。我炼不了的还有我师傅，5品以下全没问题。你需要什么样的法器？可以提要求吗？当然可以，你说。我想要跟你手上一样功效的。苏元彻说那是学徒练手练的，应该不难。我帮你问问，把丹药功效写下来。你这笔和纸贵不贵？不贵，送你了。你和你师傅被赶出公会了，来破庙求神拜佛呢，不如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，叫声爹，我替你说好话。我既然离开，就不会求着回去。师傅因我才被针对，绝不弃他于不顾。这次放过你，炼丹第一天才的名头归我了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云姑娘，有饭吃吗？好吃。你慢慢吃，我先睡了。又去破庙了，被逐出公会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连累了师傅。唐长老想把你的名额给他孙子，为师绝不答应，你没错。师傅，我遇到个奇怪的姑娘，她手里有法器，我把丹药都给她了，她答应帮我换。姓云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昨晚怎么没转钱？忙忘了，多转500，请兄弟们吃早餐。500打发谁呢？起码5000。嫌少，那就400。你干了什么？200，还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再动手试试。转给我！你家欠3000万没完！这钱是路费，去陈图刚老家打听。就是他，
继父欠上千万跑了，他妈也跑了，留他一个人。你们那边在打仗？丹药太贵，普通修士用不起，重伤了只能等死。看看有你需要的没？丹药，还都是极品丹药。这是别人的，但你可以用法器换。停！先听我说，提供丹药的人想要类似功效的法器。通天币，功效类似，修士能用。收了，再给我2枚储物戒，3枚空的全给你。丹药都能换，你再补1、2件就行。法器我全给你，只求再帮我多换几瓶丹药。行，全装进去，我拿去问，让于石安自己挑吧。对了，又进了2000袋大米，装得下不？2000袋装得下。云姑娘，于上仙，咱俩有时差吗？能不能别每次都半夜来？抱歉，虚实怎么都进不来。虚实正好是苏颜策来的时间，是虚实有别的客人，下次避开就行。你的丹药对方很满意，那个闭环就是你要的，跟我手镯功能一样。这真的给我的？你的丹药换的当然是你的，这是对方送的。储物戒也是给我的。是，但戒指里还有29件法器。29件？不是白送，得拿丹药换，量力而行。我师父有个秘密丹药阁，里面的丹药我全搬来。好家伙，大孝子啊！师父，我换到法器了。几瓶丹药换法器，你被骗了吧？师父，用神识探一下。这是。不仅有储物戒，里面还有30件法器。大陆根本没人能练出这种品质，这究竟哪儿来的？都是那位云姑娘给的。她不是凡人吗？哪来这么多法器？她的顾客不止我一个，29件法器需要拿丹药换。29件，我们付不起，你去还了。师父，他说了量力而行，只要放出风声，还怕没人捧着丹药上门？说得对，明日就去拍卖行。严车，换到粮食了吗？我们只给了第1件法器，他没嫌弃吧？够过冬吗？2000袋，全是上等精米，快拿来让我瞧。好香，它是极品丹药。你们懂个屁！丹道治理，去蛀存积，体积越小，能量越精纯。云上宗那些只配叫药丸，这才是真丹。这叫清心丹，化解心魔，防止走火入魔，这是丹药基础。这里面记载了许多失传丹药，天不亡我苏家，奏议之事绝不能外传。云上宗已被奸逆把持，我们献宝示好，就是羊入虎口。你有话没说完，直言吧。爷爷，那些粮食是我用几块玉佩换的，法器呢？29件法器全给了他，他答应再给1批丹药。你就这般信任一个外人？抵不上29件法器。你做得对，我们族里恐怕出了内鬼。能否用丹药买通云上宗几位长老替我们说话，全看你那位女掌柜了。这是我早年攒的，你拿去代我谢他。其余的让族人凑，不能亏待他。也好，他还需要什么？他要凡人能用的法器。库房正好有1批，随我去挑。爷爷，这么晚，你那块玉佩哪来的？青谷斋收的。你什么时候跑去打理青谷斋了？我要不懂古董，能帮您收到那块玉。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怎么，玉佩有问题？他还出过别的东西吗？出过2锭银子，给4哥了。让他立刻送来。爷爷，现在凌晨。现在就打。哟，周二哥，这么早关照生意啊？欠的钱什么时候还？我倒怀疑他真欠了3000万，真欠这么多，你们早该翻他所有关系人，不是只盯着我一个学生。我们说多少就是多少了，要砸随便，到时候赔我损失还得进去蹲几天。本来想好好谈，你们非觉得我好欺负。医药费，你会点歪门邪道就能赖账？你们放消息就说我傍上大款，能还3000万。他听到肯定坐不住，骗回来，我卖房凑100万给你们。行，1分钱别想。喂，云小姐，好消息，玉佩卖了300万，一转手赚你100万，我过意不去，再补你50万。一块玉佩300万，我手里还有好几块，不必了。卖高价是你的本事，我只拿属于我的。以后有好东西，优先考虑青谷斋。好。喂，供货商吗？我要下一批订单。300万逼还3000万，
背后是谁操盘？车红花，那是二叔手下的人。我有东西要委托拍卖。王大师，没有黄卡不能入场，你该不是来搅局的吧？何人在此闹事？王德明，你的东西全属于工会，识相的交出来。离开工会是以尽数归还。哼，谁知道你有没有中饱私囊？我今天要卖的既不是灵芝，也不是丹药，我有法器要拍卖，你们收不收？法器？近10年都没见过法器上拍了。唐长老，你总不能说法器也是工会的吧？爷爷，会不会是虚张声势？一会儿等着看。好一件摄魂法器！若非我神识远高于你，方才已心神失守。此物名为摄魂铃，滴血认主。敢问出自哪位大师之手？来源清白，大师名讳不便透露。预估起拍价10万下品灵石。爷爷，这价格，我把他们赶出工会，他们反而翻了盘。100万灵石，皇室敬德，成交。王德明，工会倾尽资源培养你，得了法器机缘不思回报，公然拿去拍卖，为师对你太失望了。谢大师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我们早已被工会除名，连大门都进不去，您反倒质问我们为何不上交法器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无知小儿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阐述事实而已，若有冒犯，还望谢大师海涵。一招小人得势，好大的威风。德明，你师父训你是为你好，怎能纵容徒弟顶撞长辈？于世安被逐出工会是咎由自取，肯认错或许还有余地，再勾结外人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没有工会，你什么都不是。2个白眼狼，法器到底哪来的？老实交代。炼丹师工会，都肃静。于小友，摄魂铃甚合本王心意，冒昧请问，此物出自哪位大师？异世界，一位17岁的少年。荒唐！什么异世界，简直可笑！摄魂铃在那个世界只是最低阶法器，你练得出来吗？于小友，批量购入可有优惠？对方答应做一批储物戒，协会长若有需求。棋子空间，王德明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纵容弟子欺骗王爷！我炼丹师工会的奇耻大辱！会长，诸位别信，他们造假骗钱，根本没有异世界法器，敢骗我们！今天王爷也保不住你们！荒谬！本王亲眼所见。齐会长，这是样品，你给看看。一枚破戒指也敢叫储物戒？真的是祭祀空间，这么大！哎，会长，给我看看！等等我！这太奇妙了！就算有储物戒，也不能洗脱你们行骗的嫌疑。谁说我要给你们提供法器了？好东西轮不到你们，私藏代价而包！你师父就是这么教你尊师重道的吗？我师父教了，但你既不为师，亦不在道。欺师灭祖的东西！铁玉子，这里是本王府邸。工会养你多年，这储物戒就当给我们做报答了。我早说过，这是和异世交易用的样品，你们若私吞，整个修真界以后都无法再交易。交出储物戒，否则今日别想走出这里。楚景城，敢断我炼气之路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交出来！不交储物戒，以后别想在修真界混。石安啊，都是周家糊涂，咱工会从没想贪摸这戒指。开玩笑，我还以为你们拿过去是想往里面塞点丹药呢。姓于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没有炼丹炉和灵芝，看你们怎么炼丹。都肃静！言归正传，于小友，可否托你那位异界高人帮我定制一批法器？完全没问题。好，本王长华街有处别院，请2位暂居，方便商讨。多谢王爷。云姑娘，君家来得早啊，快进来坐坐。
吃饭没？这份外卖给你。如今住在王爷别院，饮食需谨慎，就不了。行，不勉强。卖法器的80万灵石全换了丹药，1万瓶，几十个种类。以后自己留些灵石日用，别全换丹药。一件法器换80万灵石，我手里还有29件。29件法器够我们翻身了，其余都是姑娘的。银货两讫，双方满意就行。还有一事，肃亲王想定制法器，能否帮我转达？写下要求，我来问。能否请人炼一只炼丹炉？你们炼丹师不是人手一只？整个工会只有5鼎，皇家才2鼎。这么缺？行，一起帮你问。太贵了，这在我这边价值连城。玉石在修真界不值钱，族人凑的谢礼，务必收下。这几件不用灵力也能使，给你防身。一边法器稀缺到发疯，丹药却堆成山；另一边正好反过来，一个旱死，一个涝死，而我刚好站在正中间。好，咱们来好好谈谈丹药的事。苏小哥，1万瓶丹药，你自己看看。这岂止1万瓶？有了这些，我们苏家就有底气了。先别急，帮我看看这定制法器的图纸。炼丹炉没问题，但这9尊鼎是法宝级别，苏家被圈禁，缺材料，炼制法宝会引来天劫。先练炼丹炉，9鼎的材料我来搞定。你们的法器一气难求，自信点。爷爷，旧堂叔，苏家可以自立门户了。荒唐！这么多丹药，我看看用什么换的，再去换。就那30件低阶法器。什么？对方还有什么要求？他要定制法宝9鼎，但材料他去收集。趁这段时间，苏家必须突破牢笼。好，这下子就能给云上宗交差了，族人们都有救了。我不想再继续给云上宗当狗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分道扬镳。爷爷，九堂叔，我们打个赌，你们各拿1瓶丹药献给信任的宗门，告诉他们保全苏家，丹药管够，看谁真心接纳，谁贪图利益。这太冒险了。用1万瓶丹药换苏家不再分裂，值得。云芝芝，还不快滚到店里来！我昨天发消息说不去了，信不信扣你工资？老子不干了，那1000块赏你了。云小姐，青谷摘到了新玉器，有兴趣来看看吗？好呀，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爷爷、二哥，那小姑娘答应见面了。我要亲自去见她。都别去，交给荣行，别把人吓跑了。她的玉器至关重要。云芝芝，你手里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？原来你的靠山是北家小七爷。我自个儿赚钱，没靠山。你继父欠了北家二爷3000万，只要你让小七爷交出北郊地皮，债就免了。300万本金滚成3000万，要钱找他去，我没钱，滚！80万灵石，云姑娘，这是80万灵石的丹药定金。王爷果然财大气粗。镇国9鼎的材料我们自己找，只求能炼制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苏家法器作假，致我宗大败，全族当书。法器是我们炼的，要杀杀我！这丹药从何而来？异界大能，荒唐，纯粹是无稽之谈。你不信？不信我这就去给你拿1份回来。宗门逼迫，这丹药你先收着，若我死了，就归你。
搞什么啊？苏家必须灭族，绝不可留！诸位先看看这个，这竟蕴含天地法则！传令下去，全宗停战，全力供养苏家炼气换丹药。谁敢动苏家，就是与我为敌！苏小哥，云姑娘，苏小哥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苏小哥，你还活着，你可是的大客户，你不能死啊！对不起，云姑娘，怕太晚打扰你休息。活着就好，快来坐，给你做好吃的。我们那个世界做不出这么多花样。苏小哥，你能进我的超能兑换丹药，这就是你最大的优势。云上宗若还有理智，一定不敢越来。无论如何，不要妥协。我不会放弃任何一名族人。云姑娘，我刚才在府中听到你的声音，是你在唤我，所以你与我们世界联系的神器，不是那个。你说这个，这叫手机，是我们世界的通讯器。云姑娘，这个随便就可以看的吗？在我们世界随便看，在你们世界要花钱才能看吧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快帮我看看，珠子掉下来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怎么把我的珠子弄没了？不是我，是他自己。等等，我脑子里多了些东西。这颗珠子是身份牌，有了它，我们能隔空传音，我也能从别处直接进入这里。我现在就去。云姑娘，苏小哥，你能听到吗？能的，我再试试从别的地方进来。以后不用再经过那个山洞了。珠子化作灵光，存于我识海中，随时能打开通道。丹药你不带回去吗？我那里还留了一些，等云上宗决议下来，我再来取吧。苏小哥，祝你好运。灰暗的光球摸不到，机缘不在我这边。你哪位？我这边是江丰集团，看到您之前投递的简历，想邀请您今天下午来面试。江丰集团那份简历我都不记得投了多久了，抱歉，我暂时不找工作了。四哥，你这骗术也太低端了，人家根本不吃你这套。怎么叫骗？双休月薪2万都能兑现。你就是想知道他那银子哪儿来的？怎么，银子有新发现？那2锭银子里提取出一种全新物质，稀有金属？什么物质？未知，科学界没有记载，成分极其特殊。老七，再帮我弄些那种银子，双倍价收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四哥，那小姑娘防备心很重，你骗她一次就再无合作可能。不过我听说件怪事，姓车的手下去找他麻烦，反被他伤了。周二黑想动手时，突然被弹开，不止一次。要不我们找人去试探一下？别，不管他有什么秘密，那是他的事。于小姐，方便见个面吗？买家对你那2栋银子十分感兴趣。原来是为了银子的事，让北荣行亲自上门，正好让周二黑看看我并非全无依仗。北先生，来我超市吧，我正打算涮火锅。对了，方便的话带些你自己喜欢的食材。好。那银子有什么特别的？那银子里含有一种地球上尚未发现的微量物质，普通银的熔点900多度，那批银锭加热到近2000度才融化。苏延彻那个世界炼气师极多，莫非跟这有关？有，你等等。这些全帮我看看，换成现金。你要跑路？想啥呢？放家里不安全。
这是什么？糟糕，苏颜彻给的零食忘记拿出来了。没什么，不值钱的玩意儿。初步估价2000万。2000万？你看要出吗？出！啊！云小姐，你家债务的事需要我帮忙解决吗？二叔的人开的条件是拿他父亲的地皮开发权交换，我不能欠他这么大人情。不必了，谁欠的债就该由谁承担，我不可能替他还。你说的对，注意安全，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。快下来，让我看看你从那小姑娘那儿带回了什么。爷爷，您这大半辈子什么珍宝没见过，至于这么着急吗？哎，你死活不让我们过去，我早就想看那块奇石了。人家小姑娘在家，咱们一大帮人就这么冲过去，感觉像是去打劫的。这是一块活石，里面仿佛有气息在流动。对方可曾说过这石头的来历？我向来不过问货铺来源，刨根问底反而会断了交易。不过他无意间称这东西为灵石。云姑娘，这次有大收获。什么大收获？炼丹师和炼器师工会各出1万瓶丹药，全部赠给那位炼器师。2万瓶？云姑娘，能否告知他的名讳？他叫苏颜彻。苏颜彻，我们修真界急需大量炼丹炉和储物戒，苏道友那边能接吗？眼下恐怕不行，他全族被宗门软禁，生死难料。炼器师家族为何要依附宗门？你们那边不用？我们的炼器家族成了工会，地位极高，凌驾于炼丹师之上。这个模式或许能给苏小哥一些参考。苏道友与我们有恩，有需要尽管开口。苏小哥，你冷静。对不起，我陪你。金丝楠木，这东西在我们的世界贵到我都估不出价。在我们那边不值钱，很多人拿来做床和桌椅。你提个要求，不然这桌子我不敢收。那你送我一张你们那种桌子。送你10张够你砸。这里面6顶炼丹炉，1顶新炼的，5顶是存货。存货和新的有些区别，我们的构造更精密复杂，对方要求的似乎很简单。简而言之，于世安要的炼丹炉是垃圾货。如果苏家能度过这次难关，就为他炼制；如果没能度过，别急，我还有事。苏小哥，能再给我几枚储物天象吗？对方的世界没有储物戒，整个修真界都需要。等你度过这关，有多少药多下来，这是对方的心意。2万瓶丹药，这么多，可我暂时没东西回报。你努力活下来，就是最大的回报。哎，你可别猛男落泪，我受不了。在对方的世界，炼丹师和炼器师不依附任何宗门，他们抱团成立工会，地位凌驾于宗门之上。苏小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路你自己选。丹药呢？快拿出来！我没带回来，我们自身难保，带在身上只会便宜了云上宗。爷爷，那位丹师叫于世安，在他的世界，炼丹和炼器家族不依附任何宗门，地位凌驾于宗门之上。如果我们联合其他有同样困境的炼器家族，是不是也能成立炼器师工会？工会为了全族，我这把老骨头得再疯一次。诸位都是顶尖炼丹师，今日联袂而至，有何见教？季宗主，听闻贵宗获得数枚带丹纹的新丹，我等特来恳请一观。不过几枚零散丹药，怎入得了各位法眼？您过谦了，能得如此灵丹，可见您才是天命所归。季宗主年轻有为，必将发扬光大。季宗主，这是哪位高人炼的？可否引荐？我愿拜其为师。这些丹药来自苏家，只要苏家源源不断的供给，就足够了。云上宗又来了，还带了炼丹家族的人。族长叫你快去。云姑娘说过，在她的世界，炼器师与宗门地位相当，凭什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跪？大胆，还不跪下！颜彻，跪下！你要害死全族吗？别以为换了几瓶丹药就能无视云上宗的规矩，你还有族人，劝你识相点。苏小友，你那些丹药从何处得来的？前辈是放肆，问你什么就答什么。我是阮家家主阮德泽，你叫我阮叔就行。苏家诸位都请起吧。颜彻贤侄，丹药到底从何处得来？族中禁地山洞里误入异界，从一位女掌柜手中交易而来。之前苏家被困险些饿死，也是他交易的米粮救了全族。你是大气运之人，云上宗一定会妥善处理苏家的事。炼器师工会一定要查。小子，
你还记恨我云上宗？没灭你全族，你就该感恩了。苏家的法器害死多少弟子？10倍丹药，10年偿还。莫长老开恩，我族早已元气大伤。莫长老以为异界丹药是河边沙粒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对不到丹药就用法器抵。我们的法器，你们还敢用吗？万一我们再练错了呢？你敢威胁我？莫长老息怒，3倍之数，你可办到？对方需不需要那么多法器，我无法保证。不如拿修真界其他特产去交换。用什么换？这就不是我苏家能决定的了。交易的主动权在我手里。云上宗此来，所谓何事？他们追问丹药来源，要求10倍攻击。苏延彻答应了，连3倍都没答应。手握丹药倒是硬气。回去告诉你们族长，我仙元宗开出的条件，绝不低于云上宗。10张桌子全送苏颜策，希望他喜欢。北先生，新到了件好东西，来看看。金丝楠木。预估5000万以上，走拍卖或许更高。不拍卖了，就按你说的来。小心些，再小心些。哟，云小姐最近发财了。你就是陈图刚的女儿？请问你是？这位是我们车老大。车老大这么年轻，原来是车老大，年少有为，失敬。能让小七爷出动安保，你们交易的东西不简单。我直说了，让我替他还债，我宁愿出钱让你们弄死他。你这是买凶杀人？算了，你们也不敢。你出多少？逗你玩呢，毛都没长齐，还学人买凶。你找到陈图刚了吗？在替国，他回不回来不一定。那等他回来再说。就想这么打发我们？这3000万，我肯定不会替陈图刚还的。他不是我生父，我又没继承他1分钱。真要钱，那是买他的命。臭丫头，老子不讲法律。忘了上2次被反弹的事儿了，信不信我能悄无声息弄？你们倒是自动防御啊！不是能反弹吗？来，展示给我看。摄魂灵效果极其短暂，那就让我看看究竟有多短暂。周二黑、张飞、刘成，老大，你打我干嘛？看看你身边。赌债本来就不是我的，何来赖账？你们仗着人多欺负我一个小女生，我反制一下，不过分吧？老大先撤，这丫头太邪门，下次请个大法师来对付她。弄死了我，你们1分钱也拿不到。你们二爷就是这么教你们做生意的？走！说不怕是假的，但一旦露馅，就会被拿捏到死。他突然发消息，绝不是良心发现。我没事。二爷，那个云芝芝不好对付，能让人瞬间失神，足足2分钟。我们所有人像被定了身。兄弟们都经历了。我听说老爷子最近得了几件好东西，高兴的不得了。北家最近大额支出近1亿，除了北荣行吞掉的部分，剩下的都给了那个云芝芝。他现在有足够的钱还3000万，能不能要到，看你们本事。打算按照云芝芝的办法把人骗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他更不可能还钱。我明白了，有意思。我倒想去会会那小姑娘。荣行，这桌案太漂亮了，帮我问问，我也想收藏一张。怎么可能还有？我想要配套椅子都没有。也不是绝对没有，只是他最近遇到困难，没时间收集。跟爷爷耍心眼了？他遇到什么困难？他继父欠了3000万赌债跑路，讨债的天天上门骚扰。讨债的是谁的人？二叔的人。叫你二叔立刻过来。爸，突然让我回来，什么事儿？
你手下是不是在向云芝芝讨债？是。欠债的是他继父，叫你的人不准再骚扰他。爸，听说荣行最近给你搜罗了不少好东西，能让我也长长见识吗？跟我来。这其中好几件都是那小姑娘提供的，3000万是小事，长久合作才是大事。好的，都听您的。只是爸，我听手下说那小姑娘有些奇怪的能力。什么奇怪的能力？有人想打她，被无形力量反弹受伤。今天10几号人集体失神2分钟，所以手下都传她会妖术。荣行，你觉得她是妖吗？当然不是。她显露过什么非常手段？没有，她只针对讨债人自保，说妖术太迷信了。既然你跟那姑娘关系不错，不如去试探一下。行规是货不问源，刻意打探，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说得对，她是不是妖不重要，管好你的人，别让3000万影响我的交易。知道了，爸。云姑娘，这暗几为何换了？这种透明石材是你们世界特有的吧？我们那儿的水晶都没这么通透。之前那张不小心弄坏了，这叫玻璃，人工烧制的，很便宜。你喜欢？下次送你几张，追加一批玻璃艺品，尽快送货。云姑娘，你这法器也是苏颜彻炼制的吗？能交易吗？这是我们世界的科技，你们修真界用不了。炼丹师都这么清贫吗？我身上只有这些，你看有需要的吗？肃亲王肯定乐意提供。不用，无功不受禄。云姑娘，炼丹炉进展如何？已经炼出来了，不过什么？对方说你们要求的炼丹炉太简单，只随手炼了1顶。太好了，1顶就够。但对方拿出了5顶库存，比你们要求的更精密，问你们要哪？我能先看看吗？里面还有炼制材料和9品炼器师的改良意见。6顶，云姑娘，请代我向苏颜彻转达谢意。等一下，这是对方送的，感谢你上次的丹药。谢谢云姑娘，也替我谢谢苏颜彻。交易的主动权在我手里，昔日在工会受的屈辱，总有一天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如何？大批量储物件谈了吗？9顶材料呢？对方愿意再交易法器手法吗？这次法器我们优先，你休想中饱私囊。上次那1万瓶丹药是见面礼，不是用来换法器的，你们当时也同意了。现在问我要法器，我空手去抢吗？我们可不像你们，我们愿意再出丹药交易。一群炼器的还想拼丹药，等我们拿到法器，你们就没必要存在了。你这次到底兑换了什么？凭什么向你汇报？想要东西就拿出诚意。席会长，把需求记下来，对方最近有麻烦，过阵子再说。王爷，9顶材料拿到了，对方还给了改良意见。好，哈哈哈！这真的是炼丹炉？这是给我们的，对吧？是的，师傅，我们有自己炼丹炉了。我钻研半生，终于有自己的炼丹炉了。这顶是对方世界的常用款，比咱们的更精密，节省1半灵力，缩短7成时间，还全是极品。确实如此，效率大增。你我师徒共用新鼎，旧鼎就给炼丹师工会吧。为什么给他们？不拿丹药换，绝不给。师傅，他们又施压了。谢玉子巨究是我师傅，以前工会也他们高高在上、颐指气使的嘴脸，我早就受够了。2位大师，王爷到了。这是对方炼制的，这么快？于小友，这2顶怎么不一样？那顶是按我们要求定制的，这顶是对方的工艺，省灵力、省时间，还能提升品质。妙极，那就都要这种，再多订几顶。这个好的先给你师傅，日后新的再归我。这是自然。王爷，这是对方的回礼，这枚给您，这枚给席会长，这枚给古会长，麻烦您代为转交。储物件还有我的一份。好，我定代为转交。真是给我们的储物件。那1万瓶丹药没白费，值否？值，太值了！会长，于世安肯定是得了好东西，不愿让我们知道。1万瓶丹药白送了，把丹药要回来，封杀他师徒2人。对，不给就打断他的腿。会长，苏仙王有请。回禀苏仙王，会长没空。王府的人说，义师炼器师为感谢丹药，特以1枚储物戒作为回礼，请会长去领。什么？储物戒？一看就不是善茬。谁啊？云小姐，我是北安明，北荣行的二叔。你总不希望明天开始，我的人天天来叫门吧？明天约个地方好好谈。好，明天中午11点，我派人接你。云姑娘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走路没声的吗？你刚才在听什么？债主找上门了。是你欠的吗？我可以再搜罗些东西给你。是我继父欠的赌债，我有钱也不替他还，所以我才要防身法器跟他们死磕。继父是义父的意思吗？总之是个非常混蛋的男人。玻璃桌到了，一共20张，你选10张。玻璃制品也随便挑。这种不透的是磨砂玻璃，
那边有全透明的。云姑娘，对方除了法器，还可能需要什么？怎么了？苏家不能提供更多法器了？云上宗要我们往后10年，每年上交3倍法器，这超出了苏家的极限。你上次说可以组建炼器师工会，我想借机联络其他炼器家族。以往联系不上，各家各自为政，又有2大宗门监管。这次我想找理由加强联系。怎么做？各家擅长不同，我告诉云上宗对方需要不同类型的法器，他们就会要求其他家族一起提供，我就有机会拉拢各家。一箭双雕，不过会不会被识破？不是必然的，但交易内容我说了算，他们只会以为苏家不愿出法器，才拉别人下水。顶级阳谋！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功于心计？怎么会？你是为了保护族人。云姑娘，能否帮我打听对方是否有炼丹书籍？没问题。那你们有炼器书籍分享吗？苏家炼器口传心授，极少成书，我回去问问。如何？问出对方需求了吗？托掌柜转达了，下次才有结果。对方可愿分享炼丹技巧？也转达了，需等下次回复。易大人，掌柜提醒我，对方可能需要炼器典籍，苏家找不出几本，还请易大人想想办法。易护法，我们要炼丹典籍，给对方炼器典籍合情合理，不如云上宗出面征集。好算了，你们想要典籍让炼器家族掏老底，那不如阮家主亲自去游说。我皇室愿意提供，我仙元宗亦可。云上宗何时这般小气了？三皇子，你这是何意？易护法息怒，听闻有稀释丹药现世，我们也想略尽绵薄之力。苏家是我宗附属，你带着敌对宗门强闯，不合规矩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如和平共处。仙元宗若真求和，不如签份降书。无数好手还未出动，要战便战。诸位稍安勿躁，这阵仗可不像和谈。来我宗地盘不先禀报，突然闯入是何意？此言差矣。苏家也是大林子民，皇叔见苏家人还要通禀，莫非云上宗想拥兵自立？仙元宗刚屠噬我宗多个附属家族，血债未清，你将他们带到这里，我有理由怀疑他们要对苏家下手。请三皇子立即将仙元宗带离，否则便是与我宗为敌。我宗今日立誓，庇护苏家周全。圣少宗主此来并无恶意，两宗既已休战，岂能再起战事？想挑事的是仙元宗，让圣宗主亲自来和谈。欺人太甚！起冲突对我们不利，先退。好，东林惩戒。易大人明鉴，苏家绝无二心。最好如此，若被发现，一律判宗论处。严彻，族长请你去议事厅。这是什么经史？这么通透，也是从女掌柜那儿换来的？对，换来的。哦，你若喜欢，挑一件。可当真？是女掌柜提醒我，对方可能需要。除了书籍，双方没有更好的交流方式。可我苏家不重视著书立书，怕是提供不出来。皇室不是要送典籍来吗？皇室送来，你真敢要？此事还需仰仗云上宗周旋。即便皇家送来，也需经云上宗之手。爷爷，想换炼丹书的不是苏家，我们并未获利，何须低声下气？住口！明日起，留意族中可有人编写过典籍，统一交予严彻。师长，你怎么回事？上次联络为何不回？云上宗盯得紧，族长也对我起疑。那你今晚怎么赶了？族长让寻找炼器书籍，我才得以自由行动。族里兑换丹药的就是苏延彻那小子。是。把他拉到仙元宗阵营。那孩子极有杀机，可机好不定。哼，等东林城和谈，仙元宗会给云上宗施压，你只需做好交代的事儿。我会尽量一试。是必须办到，办不成你就没价值了。你们苏家除那小子外，其他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仙元宗根本没把苏家性命放在眼里。北二叔，久仰大名。戒指不错。朋友都说有点中二，我还有好几枚，送你一枚。不必了。还好他没答应，这可是我攻击力最强的法器。荣行的金银玉器，连老爷子那张楠木桌都是你出的？是。你没离开过超市，东西哪来的？行里规矩，不问出处。我不是行里的人。您手下在我店里失神2分钟，您听说了吧？你在威胁我？哪敢！我没法解释来源，就像没法解释那2分钟。这世上有些力量不可言说。装神弄鬼。那您替我找个合理解释，以后我照您说的讲。如果只为问出处，是我无法奉告。谢谢您的饭。你继父还欠我3000万，你有钱了，替他还吧。我没钱。你卖给北荣行的东西，帮他套现近1个亿，他给了你多少？我才拿3000多万，他赚了近7000万差价。北二叔，您这样离间我和您侄子，不太地道吧？不信，
自己打电话问他赚了多少。他给的价格我很满意，能赚多少是他的本事。北二叔还有吩咐吗？没有，我先走了。北荣行能给你的我都能给，还更多。你7我3，怎样？您跟北荣行他家是有什么仇吗？不该打听的别打听。有出货渠道吗？他有的我都有，他没有的我也有。你的东西还能上拍卖会？我不想被追问来源，您能搞定？你只管拿东西收钱。北二叔，您很缺钱吗？谁也不会嫌钱多。送云小姐回去。不必了，我还想逛商场。在青城遇到麻烦尽管开口。好嘞，北二兄慢走。要合作吗？不合作他会放过我吗？北荣行那边又怎么交代？云芝芝竟然跟二叔谈得这么拢，他以后还会跟我合作吗？哟，云芝芝被我甩了以后脸都不要了，给老男人当小三儿。周灵芝，你为了钱真不挑食，连于山这种土肥圆也下得了嘴。我没打你，我打的是狗。云芝芝，信不信我让你连超市都没得做？来啊，看是你先搞垮我的超市，还是我的债主先搞垮你？你敢打人！我报警！正当防卫。我进去了，债主找不到我，就该找你们了。还得谢谢二位。怂包。车哥，有何指教？找到你妈和你弟了。在一个偏远小村子里，没惊动他们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哪是问我怎么处置，分明是试探我要不要合作。陈图刚回来了吗？还没，他谨慎着呢。等他回来再说。我妈和我弟先别惊动，派人盯紧。你今天问二爷的话是在找死。怎么，戳他痛处了？所以他跟北荣行他爸真有矛盾，还是真缺钱？你在找死！如果郝美丽回来争经营权，交易就会暴露。我必须搞清这块拆板的秘密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帮我看看这个，我该怎么控制它？我认知有限，看不出来。我回去查查古籍。你今天是不是遇到事儿了？最近宗门、丹阁、气阁都在找我。你不要太惯着他们，他们的要求你要是不想答应，你就直接拒绝。手头暂时就这些。另外，皇室收集的九鼎材料也在储物戒里。这些送我的？皇室送的。这么多珠宝藏哪儿？连个保险柜都没有。只要陈图刚一天不解决，我就一天没有安全感。陈图刚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于上仙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皇室想把九公主许配给我，所以你不想娶？九公主骄纵跋扈，我不愿受制于人。能拖就拖，等你实力够了再拒绝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太弱了。这是新的储物戒，里面是各方势力所需的丹药与法器订单。等等，上次答应你的玻璃品还要吗？要。这些全是给你的。多谢，下次一定多搜罗金银玉器给你。于石安，本宫送他的东西，他喜欢吗？琉璃，本宫多的是，让他重新回礼。死运不可无礼，他是凡人，你指望什么奇珍异物？这就是玻璃，竟如此晶莹剔透。九公主，这回礼可还满意？都怪你没说清楚，不准跟他说我坏话。你把炼丹书籍给他，那是我们的筹码。你要的炼丹典籍和九鼎材料全齐了。这么多，数量惊人，内容极系统，材料全是稀有门类。毕竟是举国之力，我们尽快炼制九鼎，
炼器书籍我们能拿出的只有这些。于世安给了30-40本，这边才几本。定制需求我带回去研究，储物界正好带了10枚。还有，上次的玻璃制品族人很喜欢，他们备了家具，想再换一批。你们族人太好了吧！玻璃玉品要多少有多少，全包在我身上。云小姐，有什么事？北先生，你不舒服？没有。不来就算了。再跟我合作，会优先找我二叔。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阻止？我以什么立场阻止？也是哦，过来再说吧。好。黄华旗家头孙画案，明代的，还是皇家工坊的。不懂行，你看上就开价，不合意不要也行。抱歉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以为你会选我二叔，他实力更强。你二叔条件确实诱人，那你为何还选我？我继父的债主就是你二叔，他要合作我惹不起，要站队我也不知选谁。我不放弃合作，二叔那边我亲自去谈，不再让你为难。那等你好消息，这些都要？都要。二叔，来庄园一趟。炫耀战利品？谈合作。凭什么跟你合作？这条线是我开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跟我掰扯道义？足有10几件，钱可以一起赚，何必鱼死网破？哟，你这小店不错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开超市的，不像你那行需要接客。你别猖狂，我男朋友好歹年轻力壮，你呢，沦为老男人的玩物。以前听人说，狗护食是觉得人也爱吃屎，麻烦二位圆润的滚出去。不识好歹，走着瞧。紫檀、黄花梨、金丝楠木啊！二叔，都是他给你的，给我们的。他倒会和稀泥。二叔，我们谈谈。我们大家掌声带上好。10件法器同时现世，都是那位女掌柜给你的，前所未见。这些法器是用来兑换丹药的，不是赠予我的。这么多灵石，不可能全换丹药吧？皇室灵植所剩无几。于小友，只拿部分兑丹药，剩下算你劳苦费，如何？卖惨压价，在试探我是否中饱私囊。公主与亲王说的在理，我会转达。这样做，对方会不会减少供给？9鼎怎么办？于小友，还是按对方要求交易。是。知道来求我们了，每种丹药涨价30%，爱买不买？你一个小小掌师有何资格？兑换法器是为修真界前途。石安啊，工会就是你家，买点丹药而已，何必闹得这么生分？我和师傅被赶出去那天，就不是自己人了。有丹药按市价换，没有就不必多言。皇室能给你多少灵芝？每丹药维持你跟义士的交易能撑多久？无妨，皇室的灵植我已经派人毁了，等他们走投无路，还不是跪着回来求我？当是炼器师，谁能炼出那种法器？能否也为我们兑换所需之物？我们竭力筹措，但大量丹药80%得靠炼丹师工会买。炼丹师工会垄断了整个修真界的丹药，难怪李修明有恃无恐。那诸位这次带了什么？好，这些我会带给女掌柜定夺，成与不成，届时再给诸位答复。你们先走，尾款我照转。我债主在外面，翻窗走。我债主在外面。奴隶？你好，我是本店掌柜云芝芝，你怎么称呼？你这衣服挺有意思，看不出什么做的。天丝棉麻衬衣、工装裤、连衣裙，还有汉服襦裙。行，这些我全要了。这是青龙的鳞甲，
能换吗？青龙，吹牛吧！以你的血脉和本源力量，还碰不到龙鳞。这虎牙能自动飞出去护主吗？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。你一个小奴隶想得挺美。既然我这么差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我改善一下？发光的灵池，我体质太差，直接吃会不会爆体而亡？确实有可能。灵芝我要了，但你还拿别的东西才能换走衣服和沙发。龙鳞、虎牙、石头全部留下，作为交换，超市里的东西你随便挑。你要吃这些？这些能吃？我觉得图案好看，我们那儿没有。你要这么多，没储物戒，搬得走吗？储物戒，就是这个。天啊，空间系异能！别激动，这是别的交易者放的。竟能造出这样的器物，你身上的我都看不上。你先把储物戒留下，下次带好东西来再换。不行，万一下一次进不来，我岂不是白亏？你确定我下次还能进来？同样的时间地点就能进。好，你下次拿什么来？我可以送你一条天灵根，让你也能修行。天灵根，这能随便送？可以，但你身上的东西全留下当保证金，下次退你。好，我叫天风于佑，明日此时我还会来。好浓郁的灵气，2级丹阳草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泡水，简直暴殄天物！放心，我还没泡，先来问你的嘛。丹药不能用，灵草也不能用，我这体质没救了。抱歉，我本该为你炼丹，可灵璧为工会垄断，有炉也难为无米之炊。云姑娘，这些都给你。纱布、天蚕丝、几罐水、灵泉、猪肉、太岁，那些势力怀疑我中饱私囊，我若留着，反而坐实此事。那我收了。不过那些势力既然怀疑你，以后别给他们换了。你免费帮我炼丹，灵草就当报酬，事成给我几颗丹药就行。你知道什么是天灵根吗？灵根分金木水火土，天灵根是纯粹的单属性灵根，万中无一，未曾听闻。灵根乃天生地。那我是什么灵根？我还没到一眼看穿灵根的境界，得用测试时。风雨又一眼就看出我没灵根，还说要送我天灵根，他修为远超金丹。易长阳，我们的宝物，那位可满意？女掌柜很满意，赐下3件法器。这9枚储物戒全部拍卖，有意者请移步会场。好奇特，竟然如此舒适，我爷爷、大舅爷、三姥姥肯定都爱做。不用数了，我一直给你买，买到你喊停。上次的木家具价值很高，这些玻璃制品换给你们。这是于石安送我的，你看看有没有想要的。这么多天材地宝，灵泉和太岁你留下，其余的我带走，炼成法器后再送你。还有3样东西，请你帮忙长长眼。上古虎牙，龙鳞，他还有吗？他需要什么？我跟他换。放手，放手，骨头要碎了。我还有，我可以跟他再换吗？3界大能抢着送宝，这生意越做越大了。炼制储物戒需要空间系异能。我不知道什么空间系异能，这是按上古秘法打造，各家用的同一套灵纹模板。所以你们只是套用模板？有人试图篡改，储物效果直接消失。之前还有势力想抢我苏家的12灵纹，幸亏云上宗出面才保住。云姑娘，这3件东西能跟你交易吗？可以。严彻，如何？我南宫家的典籍，对方满意吗？多谢南宫前辈，女掌柜特意赠予1瓶丹药。小子，丹药拿出来看看，不错的话，本宗主可考虑给典籍。女掌柜没收到敖氏典籍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会赠丹？你什么意思？故意给我们上眼药？金宗主，事到如今你还只盯着丹药，你若总这般后知后觉，别说吃肉，连汤都喝不上。可否借我看看？上面怎么钻了孔？女掌柜用来做装饰。暴殄天物！苏家小子，你拿出虎牙是打算炼成法器献给我云上宗吧？莫长老，此物是有意献给贵宗，
同时，我也想向宗主求取一物，此物就是玄阴佛玉。罢了，虎牙献上便是。至于女掌柜那边，只能失信于他。苏延彻，先别跟女掌柜说，还能再商量。玄阴佛玉是镇派之宝，能否为女掌柜另择一物？话一出口难以收回。女掌柜是凡人，最需温养淬体，玄阴佛玉正合适。对了，女掌柜说日后还有她用不上的宝物，愿继续交易。他手中还有别的至宝。小子，话别说太满，拿不出东西看你怎么交代。长老，以你们斤斤计较的态度，到时候女掌柜不愿交易了，这责任也算我头上。玄阴佛玉可以给，但一枚虎牙与之价值不匹配。你没跟女掌柜说？女掌柜先前给出诸多丹药，这点差价也要计较。亲兄弟都明算账，况且女掌柜的生意遍布各界，她怎会贪我们云上宗这点便宜？那下次我向女掌柜再讨些东西补上吧。苏贤侄，这是我青木叶家生灵附气之法，能否换丹药？你要脸吗？几件破法器就想换至宝？少内斗！你现在抬价，日后轮到你拿什么换？元彻，犬子灵根受损多年，能否请女掌柜炼修复灵根的丹药？好，我会拜托他。拿出那枚虎仪是何用意？爷爷，用它换云上宗的玄阴佛玉，不划算。那可是上古虎牙呀！女掌柜给了3件至宝，虎牙只是其一。金刚圣石，还有一件青龙鳞，好强的威压！这龙鳞价值远超虎牙，满意吗？这简单，我这就去多打几枚。云芝芝，云芝芝，我跟你说话呢，耳聋了。你谁？别乱攀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滚！这位小姐，请自重。云芝芝，你不想知道周灵芝和于山的消息吗？她也在这栋大厦上班。傍上北二爷就看不起老朋友了。你帮我引荐二爷，你想怎样都行。怎样都行？那你给我3000万，你算算，你的卖多少次才能攒够这个数？二爷不喜欢投怀送抱的女人，更不喜欢有人非议这种事。那你们二爷应该让刚才那女人闭嘴。你迟到了12分钟。北二叔，您这大楼地段好，风水好，聚财宝地，我多看了几眼就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云小姐，这是你上次给我的古董交易明细。二位，这样不妥。北荣行先生这一城，我和北二叔一人出1半。这生意能长期做吗？药材、石头，还有太岁。还有什么？在你超市吗？我马上联系专家。别急，协议谈好再看货。云小姐，现在方便去看你说的那些奇物吗？走。这黄花梨的，这是太岁，活的，竟然有太岁，正合我意，我要了，你开价。先鉴定，出结果再谈价。二叔，买下地灵芝是为了海娜？不确定，但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有一线希望，花多少钱都是。今早让你9点停接云芝芝。云小姐先去营业厅换了手机号，后来到公司楼下碰到一个朋友，那人缠着她，耽误了一会儿。云芝芝，雷系天灵根，灵根属性不是只有金木水火土吗？雷是变异的。谁告诉你的？灵根分金木水火土，外加光暗空间时间等变异属性，共12种。我可以帮你洗精伐髓，让你脱胎换骨。等一下，怕痛，保护不了自己，那才是真正的痛。我们这儿杀人偿命，你要是把我弄死了，你就得进局子。我想再交易。九窍凝魂玉、赤阳龙血藤、虚空符匾、道纹石。这叫灵纹，能帮我弄来吗？你得给我2枚储物戒。
东西拿来我看满意才给，别拿几道灵文敷衍我。就吃点亏，给你3枚吧。好，麻烦帮我把天才地宝收进去，我不会用神识。你还好吗？脑子清醒了好多。天地灵气狂暴，不洗金伐髓，直接吸纳，爆体而亡。灵芝可以多采点，有人专门收。在天上的才是真仙。我得走了，下次带灵草和灵文来，还要换储物戒。天上真仙。石安，这次得了不少灵石吧？打算用多少换我们的丹药？李副会长，对方世界不需要那么多丹药，暂时不换了。你以为故意这么说，我们就会降价？洗金伐俗，于右说的轻巧，可万一他趁机夺走我的空间怎么办？我得找个懂行的人问问。云姑娘，于上仙，你可算来了，快请坐，我给你倒茶，或者你想喝点别的什么？云姑娘不必客气，于某不可。但据我所知，没有人能一次完成。云姑娘，你究竟想问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有人想直接为我洗金伐魔。有大能愿意为你洗金伐魔？是你说的那位新客人吗？是。能为凡人直接洗精伐气，此等神通几乎只存在于传说之中。那位客人究竟是何等存在？喂，于上仙，我问你呢，洗金伐髓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？你说什么？直接洗金伐髓过程会很痛？他在为我洗金伐髓时，有没有可能借机强行夺走这片空间？此事我不敢妄断。其一，我不清楚你与这片空间究竟以何种形式连连；其二，我也无法揣诺那位大能的真实修为与手段。我自己才筑基不久，见识浅薄，实在难以给你可靠的建议。不过修真界向来残酷，弱肉强食，若你心存疑虑，还需万事谨慎。谨慎说的容易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谨慎又有什么用呢？云姑娘，这是我为你炼制的淬体丹，虽效果不喜随丹报道，却更适合你如今的体质根基。炼气，你真的不能现在就直接教我修行吗？我确实无法教你，男女修炼功法不一样，你何不向那位大能请教？或许他能为你指点迷津。还是算了吧，要是照他的法子修炼，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云姑娘，还有一事，先前你交给我那9枚储物戒，已兑换为不少灵石，只是我们那方天地灵气稀薄，每一境界的提升都难如登天，若纯靠灵石和境界虚浮，根基难。储物戒在我们那儿不算贵重，1000枚可以吗？云姑娘，你方才提到的那位大能，可否告知其名讳？他姓天风，名叫于右。于上仙，你打算用什么交易对方的灵草？丹药可以吗？天才地宝呢？云姑娘，不如这样，我将手中可用中之物交由你保管，烦请你试探对方对何物感兴趣，届时我再尽力搜集。等等，于右对储物戒很感兴趣，你可以用灵石向苏元彻换储物戒，再拿储物戒交易给于右，这样就能换到灵草了。好，云姑娘，这储物戒里有1000枚上品灵石。没问题，好，我给苏元彻说，具体手续费我就不做详细规定了，反正争取让你们3方都满意。有劳云姑娘。单界物价不对等，中间差价，稳赚不赔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今天上午外出办事，还没来得及去选沙发，恐怕得下次了。无妨，我并不急用。想喝点什么吗？就不麻烦了吧？之前不是还挺喜欢的吗？那白开水呢？喝吗？不必麻烦了，其实我也并不渴。哦，对了，云姑娘，你不是有灵泉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并非想讨要灵泉，只是你刚好问起。对呀，我还有灵泉，这个可以直接喝吗？直接饮用太过奢侈了，只需以清水稀释少许即可。这是我族中后山禁地的山泉，水质干裂，我平日惯常饮用，用来稀释灵泉正好。请尝尝。这灵泉竟有如此妙用。云姑娘，这山泉水质纯净，与灵泉调饮最为相宜，这一罐便赠与你，日后我再多带些来。这人倒是真的很细心温柔。我拜托爷爷炼制了这枚玄阴护心玉，能完全抵挡一次金丹期的攻击。
风雷阁的聂影吹风靴，青木叶家的凝心净神度。提供至宝那位实力极强，这些低阶法器他未必看得上。我先拿给他瞧瞧。是我唐突了，我回去请世家提供更高阶的法宝，下次我带2000枚。好。对了，九鼎如何了？炼制法宝耗时较长，目前还有一种材料难以容果，估计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好，那这里面的法器我就先替你和于石安兑换成丹药，不过得要下一次才能交货了。无妨。你们能给他直接换一条灵根吗？直接换灵根，那是传说中大能的手段，我们修真界最高才金丹境做不到。那算了，我把需求转达给于石安。云姑娘，你兜里是什么？叫九窍凝魂玉，太沉了不好佩戴，能帮我改造一下吗？这是先天大宝。对，于佑给的，说能温养神魂，有了它我能用神识探入储物界了，就是不能取放。你刚才说要把这个改造一下？改成玉佩、手镯或者耳饰都行。好，我让爷爷尽力一试。尽力一试？你帮了苏家这么多，我们一定尽力而为。严彻，换到什么了？快拿出来瞧瞧！诸位前辈，拿出至宝的是一位上古修士，寻常法器他根本看不上。看他这反应，我是不是丢了个天大的难题给他？要不该付点加工费？若非上古修士，谁能拿出上古虎牙？所以这次你们的低阶法器只换到了丹药，一件换7瓶。严彻，当真只有法宝才能换到至宝？爷爷，我们能否拿出几件法宝去兑换？我不同意，法宝乃镇族之宝，岂能交易？正是，这是背弃祖训。能换到什么，我们全然不知，恕难赞同。严彻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我以为你会据理力争，为何突然沉默？这既是炼器绝佳材料，都是那女典贵给你的，是交易所得。神器碎片！唉，爷爷都不认得，想来也不是好东西，我还是还给女掌柜吧。严彻，法宝的事爷爷只说斟酌，又没说不给，这些都是女掌柜给你的。这仅仅是用10枚储物戒换到的。10枚？我打算再拿出1000枚储物戒，跟对方再换一些。换，不论多少，爷爷都支持。爷爷，这里面是1000上品灵石，是丹药世界那位于丹师需要储物戒。1000上品灵石。若其他家族要求用丹药换，我也备好了。好，法宝而已，换！爷爷必倾全族之力助你。爷爷，还有一事，先天至宝改造。这等神物稍有不慎便会损毁灵气，暴殄天物。爷爷的修为还无法驾驭，那我只能归还了。听闻你想换至宝，需以1件法宝为代价。那只是女掌柜的猜测，还不一定。那你没问她是用什么与上古修士交易的？女掌柜连通诸界，拥有的物件本就奇特，就比如你们族上风靡的玻璃。正是。上古虎牙炼制的法器，宗主很满意，命我务必再换些至宝。究竟需何物才能换得？你务必探查清楚。只要为云上宗贡献，少不了你苏家的好处。云上宗这是敲山震虎，怀疑我们私藏了，不如把储物戒换至宝的事告知他们。若我苏家能达到传说中的元婴境，又何须再惧云上宗？严彻，慎言！苏家的未来要托付于你了，把握住这次机缘，带领苏家挣脱枷锁。启禀三皇子，各家族只换得丹药，苏延彻说必须用法宝交易。还有其他消息吗？
仅此而已。三皇子，苏家也不买你的账啊！你险些跟云上宗撕破脸，连累皇室丢人，你少说风凉话！二位稍安勿躁。报，苏家发布公示，大量兑换储物戒，据说是另一世界的丹师需要。苏家要有大动作，太师猜的没错，他们果然瞒过了云上宗，看来是苏家需要我们。云上宗不会给机会，眼下只能从其他炼器家族入手，暗中布局。这赔钱货，傍上北家赚了钱，也不孝敬老子。我打死你个小偷！来人啊，抓小偷啊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是你老子啊！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？是我继父陈图刚，他欠了赌债跑路，估计是看我撑起超市，想来偷钱变卖吧。我跟他关系很差，如果你们处理不了，我就按我的方式来解决。但欠你们的钱，我是不会帮他还的。废物！北先生，你没说还带了朋友来啊？云姑娘，我们进去谈可否？老七，你开玩笑吧？这么极品的玉杯，它用来日常喝水。云小姐，这对玉杯我出200万，我出250万。不好意思，杯子不卖，尝尝这水吧。哼，装神弄鬼，不就是普通山泉？清爽甘润，这绝不是普通水。再来一杯。云小姐，这水卖吗？山泉珍贵，这罐2万，另外一罐200万。200万的我要了，200万的我也要1罐。老板大气。制服人员，你是云芝芝吗？他现在在医院，指控你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他有没有表明身份？你听不出他的声音吗？当时太害怕了，根本顾不上分辨。赔钱货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要告你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个人渣烂人！陈图刚，这就叫报应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！我要告你，要你偿命！好啊，你告啊！我进去了，你就在病床上等死吧！你被警察带走了？有特殊部门暗中介入，我没能第一时间收到消息。特殊部门？你之前出手的那些东西引起了官方注意，这次陈图刚的伤势奇特，他们恐怕还会再找你。北先生，海娜小姐的求生意志正在减弱，不想干现在就可以滚。烧开了不管用，就喝凉的。海娜小姐的脑电波增强了。你要的灵纹，我带来了。先喝点水吧。你现在翻不开的。为什么？你力量太弱。我就随便翻了翻，里面记载的灵纹蕴含天地法则之力，不可随意翻动。最上面这块是混沌石，是一道封印。你第一次用时告诉我，我来开启。好，你带来的天才地宝换了不少好东西，我再给你追加10枚储物戒。那些东西值10枚储物戒，我现在手上没这么多，下次给你。没有我需要的，我想要那种照片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帮你拍几张。什么神器，竟能摄人神魂？这瓶修补灵根的丹药，麻烦转交苏延彻。好，报酬怎么算？若有效果再谈。我先告辞。芝芝，是妈妈，开门啊！我妈早带着她儿子跑了，跟我断绝了关系。滚！妈对不起你，但母女哪有隔夜仇？你会原谅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原谅？你配吗？现在回来要钱，脸皮这么厚，怎么不上交国家做防弹衣？云芝芝，老娘养你这么大，谁敢赶我走？同志，我女儿要把我扫地出门啊！哪有把亲妈关外面的？心太狠了！她是你母亲，为什么不让进？哼！各位，别被她骗了，她老公欠了3000万赌债跑路，她带着儿子偷偷躲起来，把3000万的债全甩给我，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。你敢进来，我就告你非法侵入！我可是你妈！从你说余生不再见时，你就不是了。
人了，连孩子都打！非法侵入私人场所，我属于合理自卫。云小姐，可以谈谈吗？介意当出气筒吗？能让某些人消失，我心情好了，说不定愿意谈谈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很牛吗？大声说出来，让大伙儿听听。云小姐别误会，我们明早9点过来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。都9点了，苏妍彻还没来，难道他出事了？都起来吧，没耽误你和女掌柜的交易吧？回忆大人，虚实已过。哼，苏家可认得此物？这是老朽为云上宗打造的法器。宗主特命我赐还苏家，赐名归云刃。你们可明白宗主的一片苦心？我等定不负厚望。这里有1000枚储物戒，此次交易必须由我亲自与他谈。戒中有传音玉，你带入即可。云姑娘，云上宗用归云刃敲打我们，还要求单独与你洽谈。这储物戒有禁制，一旦打开传音玉，自动激活。打开吧。是云姑娘吧？我是云上宗护法易正清。是我。区1000枚储物戒就想换至宝，你当至宝是大街上的白菜啊？要么换丹药，要么换家居器物，选一个吧。区一介凡人，竟想用100瓶丹药骗走1000枚储物戒！你苏妍彻，把那1000枚储物戒还回去，本凡人还不稀罕。你以后也不用来了，滚！云姑娘，您息怒。把你的储物戒捡走，滚出去！连你也被赶出来了，莫长老，你说的轻松。上一战折损多少修士？若有冲3番丹药，何至如此？告诉他，那1000枚储物戒送他了，当做赔罪。易正清说，那1000枚送你了，当赔罪。小样儿，还想跟我斗？里面是修补灵根的丹药，拿去给刃挑50件，算你们苏家那1000枚储物戒的报酬。女掌柜消气了，我求了好久，她才勉强消气。至于我苏家那1000枚储物戒，换到了1000瓶丹药。爷爷，云上宗赐我们归云刃，我们理应有所表示。孙儿认为丹药应该和云上宗平分，爷爷同意。不知云上宗各位是否满意？云上宗却之不从了。女掌柜说了，有效付钱，无效分文不取。不过他那脾气火爆得很，顺着哄自然有好处。若是得罪了莫长老的下场，你们也听说了。苏贤侄，劳你代我多谢女掌柜，这份人情南宫家记下了，日后必有重谢。贤侄，这是10枚上品灵石和我们整理的丹经疑难，劳烦转交异界丹师解惑。他不会放我们鸽子吧？起不来就别约9点。年轻人贪睡，再等等。云芝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那对母女又来了。我调过他的资料，母亲月前继父欠债跑路，讨债的逼还3000万，母亲带着儿子也跑了，把他一个人扔下了。我还没出手呢，是那位于特主，今天倒是发力了。哼！门关上干嘛？没挂牌，开着门会有顾客进来。二位想谈什么，直说吧。你继父全身瘫痪，普通殴打做不到，你用了什么手段？你在审问我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云小姐，叶上校只是想了解真相，谈不上审问。真相就是我不知道。我打了他几棍子，监控你们看过了。想知道真相，去查他在 T 国干了什么，欠了谁的债，被谁整了，谁说得清？监控里有一声铃铛响，最后你靠近他时做了什么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根本不在意陈图刚，是冲着铃铛声来的。铃铛声？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没注意。你靠近他那一下做了什么？叶上校，你觉得我靠近一下就能让人全身瘫痪？这话说出去谁信？回答我的问题！这些事我跟警察说过了，还有问题找我律师。云小姐说的有道理，陈图刚在 T 国的事我们会再查。他做了那么多恶事，你们不查，天天盯着我。于特助，这合理吗？我们不会冤枉好人，也不会放过坏人。场面话说的真动听。把这门换成普通大门，明天一早来，下午1点前必须完工。于佑，你怎么了？小伤，没事。部落之间打仗了？不是，是我妹妹优武。你妹妹？她看我拿储物戒换了物资，心生嫉妒，
一直跟踪我，今天跟到了古树洞口，被我击退了。放心，一个世界只允许1位客人进入这里，就算他看着你走进树洞，也绝对进不来。那太好了。上次你带来的天材地宝，对方很满意，追加10枚。谢谢，这些为部落换了太多急需之物。上次答应给你的水，特意去山里打的，更甘甜。为什么用兽皮袋装？不然用什么？有啦，用这种桶，有盖不漏，能装更多。要是能用这个装灵水，以后用灵水洗澡都行。鱼友，今天能帮我做一次彻底的洗精伐魔吗？我可以，但你可以吗？来吧，于世安快来了，先医治灵根要紧。于上仙，我今天有事，没急事的话，明天再来。苏公子，今天有事，明天来。开始吧。这怎么是绿色的？你根基太弱，幸好分了2次，否则你身体扛不住。灵险用的你给我的灵水倒了5袋。5袋？随你。一清还能喝吧？就这么倒了？卖给别人应该也行吧？现在可以移植天灵根了吗？可以，但你还得吃苦头。雷系灵根太狂暴，你命大没死，饿个3-5天你就能站起来了。我先走了。别走啊！我明天还约了人来谈生意啊！我给打个电话。奇怪，就算睡着也该被吵醒了，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不行，我找开锁的来。就算他事后怪我，我一力承担。私闯民宅违法的，报警等程序走完，人要是出了事呢？北先生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们还是把我送回去吧。那箱珠宝我全要了，那些玉器我全要了，这些家具我全要了。云小姐，你可没说过仓库里有这么多好东西啊！北先生别急，给你的好东西我藏着呢，不过得等我好了才能拿给你。有事随时联系。我竟然能坐起来了！云姑娘，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。你说说哪里不一样？你筑基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修仙者的常识居然是错的。我一直以为只有经历过洗金伐骨的人才能修炼，原来是我孤陋寡闻了。云姑娘，以后别叫我上仙了，叫我于道友吧。好，向你打听个事儿，你们领悟过灵纹吗？没听说有人真正领悟过，都是照搬秘法。能给我一些灵纹看看吗？没问题，下次带来给你。谢谢。天啊，好充裕的灵气，这品质比我们世界的好太多倍了。1袋灵泉，10枚储物戒，要不？好。当初2枚戒指换了10袋水，现在转手1袋卖11枚。于神，抱歉，于道友我叫不出口。无妨。灵纹谈不上领悟，我们更多是研习古丹方中的秘法。于右说灵纹实为天地法则，可以被领悟。简单，我回去整理成册，下次带来。有劳了。他昨日筑基了。他不是个凡人吗？这么快筑基，你绝对看错了。王爷，云姑娘要收集灵纹，劳烦整理成册。
要灵文干嘛？他想自己炼丹，痴人说梦。云姑娘不为炼丹，事关议事，异界提供大批法器，请席会长来鉴定拍卖。石安，怎么不来工会换丹药了？你用什么跟异界交易？直接用灵石。今日有极品法器和储物戒，贵公会若想用丹药抵扣，我只按市价50%收购。副会长，他报复我们之前的加价！闭嘴！快去筹备灵石和丹药，盯上他货源的不止我们。第一件，汤阳冰刃，起拍50万下品灵石。60万，80万。第二件，七清宫生灵附祭，万里追魂。老夫志在必得。于世安仗着肃亲王撑腰，目中无人，我们悄悄抢了他的储物戒。蠢货，他手里藏着多少法器，你知道吗？压轴拍品，极品灵植3生霍心花，起拍价50万下品灵石。小钱想疯了，一株破草要50万，50万，老夫要了。药谷主三思，你被骗了。于小友，打开禁制，让众人一睹真容。依你所言。云姑娘拿出的东西岂是凡品？好强悍的3生霍心花！你筑基了？这是鱼幼世界的灵水，灵气极度狂暴。这装水的袋子是上古犀皮神字碟。我能看看那本神字碟吗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混沌石？我就陪你一起参详。他试过吗？云姑娘，如果我们用他们世界的天才地宝炼制法器，能不能达到他的要求？我们苏家的法宝被退回来了，连他一击都挡不住。你们之前不是说灵根绝无可能更换吗？雷系灵根，诸位，我们都只是井底之蛙。严彻，你可知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古吸筹皮。你可说他又知道这天地初始灵文？他不愿交换。不愿交换，恕孙儿无法苟同。我与云姑娘以诚相待，便不会借机谈条件。但愿你是对的吧。我又怎能轻易放弃？可是我的女儿啊！所有人不过是蝼蚁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已将苏家12条灵文全部许诺。老爷子今晚寿宴，一直想见你，一起去吧。别小看它，这是一件完整的仙器。好了好了，50就50，我要了100枚储物戒。100枚？就那些灵草？什么神器，竟能摄人神魂？比流影石还清晰！我要换，倾家荡产也要换。手机能远距离传音，我想换一部。你们没电没网用不了，但我可以给你弄传音玉，拿去测试。爷爷，我们的传音玉能1对多吗？胡闹！传音玉只能1对1。超市老板的手机一部能联系上100人，竟有此等神物，必须换一部回来研究。你一个情妇也敢来？于山，你造谣是吧？谁在造谣我？站出来！
我给谁做情妇了？难道是你爹？你个坏女人，放开我！谁敢拦我，我连他一起打！四哥，他说我是北二爷的情妇。怎么回事？放开我！这里的我是一家大小姐，全部扔出去！四哥，七哥不管我，任由别人欺负我。云小姐别哭，我马上叫老七来赔罪。这云芝芝变脸速度真快，脾气够辣，有趣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云小姐又见面了，官方要员主动跟小姑娘寒暄。云小姐，你孙简的太岁我局非常重视，以后有类似职务优先考虑我们。李教授，什么样的叫类似职务？云小姐，你出手的文物以后也请联系我们。一定。芝芝来了，快坐爷爷身边。外公，她这个坏女人也配叫你爷爷？彩玉，不得无礼。北爷爷，我让人把礼物拿来。太寒酸了吧？礼物在里面。金丝楠木绝品，顶级白玉，谁知道是不是假的？我们几个老头子还没老眼昏花。云小姐，那种2万一份的泉水还有吗？200万一罐的我也要。明天去我店里取。之前你给的地灵芝我让人试服了，试药的人暴毙了。你们直接让人服用的，这种东西虚不受补，我得去问问用法。再有稀有药材，优先卖我，钱不是问题。我会留意。云小姐，后方有车跟着，是叶上校的车，要停下来吗？不必停。叶元龙，你一路跟着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叶上校，跟了我一路。你今晚的举动已引起某些人注意。是谁在盯我？等等，进来坐坐。200万的山泉给你喝，有行贿嫌疑。我没有避讳。堂堂上校来白嫖灵泉，味道不错。盯你的北家、余家、韦家，若他们发现你只是孤身一人，你猜会怎样？和我们合作有官方身份，无人敢动你。收编，这才是今晚的目的。叶上校，光脚不怕穿鞋，我没有在乎的人，可他们谁来惹我，别怪我正当防卫。你能帮我妹妹定制一块？预算多少？鱼药，鱼药，鱼药！通讯功能测试过，不可能出问题，除非鱼又出事了。鬼精，你之前从云芝芝那儿得了好东西，这山泉又是怎么回事？海迷是不是喝了那山泉？海迷饮后苏醒，这就是证明。他有多大架子？外公要东西他还敢不给？妈，别多想，就算我看得上他，他也未必看得上我。他如今的身价还在我之上。无回应。请上重殿。你们说杀了鱼幼，我能不能获得他的能力？他要杀鱼幼！鱼幼，醒醒！去跟阿父说放弃圣女之位，我放过你，那我就把你私藏储物界的事公诸于众。你敢？鱼幼，还好，超时空间只有鱼幼能进，幽魔代替不了他。有这个筹码在，鱼幼就暂时不会死了。鱼幼要是叛族，怎会冒险为我们换储物界？都闭嘴！阿父，这是这次交易那女女子刚给我的，我本来就要交给部落。这些就是他刚换回来的。我相信鱼幼，倒是你与行仙部落交易捆仙绳，对付你亲姐姐，还不给你姐姐松绑！云芝芝说的对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幽王绝不会就此罢休。现在就问。苏小哥，打扰一下。云姑娘，你还没休息？传音玉在鱼幼那边碎了，能查出原因吗？我用你给的玉石重新打造测试。有劳了。
鱼友姑姑，我能摸摸吗？坐上去试试。哇，好软，真好玩！鱼友，听说青桑部落的碧晴娘娘最爱这类珍奇之物，若能多换一些，定能换不少资源。阿父，能听见吗？鱼友，这竟真的可行！鱼友，你们到哪儿了？距离够远吗？那确实够远。阿父，我们在巨墨山山脚下。怎么回事？玉怎么碎了？芝芝，听得到吗？传音玉碎了。你还活着，你妹妹没杀你。传音玉为什么会碎？可能是你们的灵力太狂暴。我问问苏颜彻能不能改进。云小姐，总是这么随性。四哥，我这不是……你们先坐，我去洗漱一下。北二叔，这是2万的山泉，你要多少？你手头10罐我都要了，这200万1罐的还有存货吗？再给海娜准备1罐。有，海娜小姐头一回来我家，这罐山泉就当见面礼，祝她早日痊愈。云芝芝说，这罐灵泉水是送我的。哥，这些山泉就当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看着云芝芝面露惭愧，她竟毫不犹豫送出200万的山泉。原来小家子气的一直是我。云芝芝，你现在可真发达了，居然攀上了北家小七爷这根高枝。攀上？我云芝芝需要攀附谁？倒是你，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，麻烦你不要来沾边。你不就是记恨我和于山的事吗？只要你开口求我，我可以考虑回到你身边。只滚！你给我等着，总有人收拾你。这是火凤花，能提升火属性亲和度。还有这瓶百年灵泉水，能洗涤经脉。普通人无法直接服用，灵气过于霸道，最好的办法是炼制成丹药。那能麻烦你帮我炼制吗？报酬好说。好吧，多谢。那正好，我让苏颜彻下次弄批传音玉给你。他的世界也很需要丹药，只是还没跟宗门谈妥，之后肯定会大量需要的。真的吗？其实我也不确定，丹药毕竟不是饭，消耗慢，看来还得帮他想别的出路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走，正好我订的沙发到了，你先来挑一套。我可以先选。果然有眼光，这套主打放松治愈。这套沙发需要用什么换？这是我跟合伙人一起经营的，不好白送，你就拿些珠宝首饰来换吧。合伙人？就是共同出资，按约定分利润的伙伴。原来如此。1万，上品灵石！上次才1000，这次直接翻了10倍。这孩子太时尚了，直接拿出1万，我该给苏颜彻分多少呢？一次拍太多，价格会低。我打算分几次。定价是对双方的保障，若你不方便，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随心交易。这是你亲笔写的，字迹竟如此工整。不是写的，是打印的。打印？云姑娘，
可以给我一台这样的电脑吗？这东西要用电。其实我不想引入这种高科技，麻烦且受众少。那用什么交易呢？第你给我炼丹的报酬？自然可以。一言为定。喂，七哥，能不能立刻派人把地灵芝和太岁送到我家仓库门口？对，现在就要。你告诉他，我找到安全的服用方法了。云姑娘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里传烟之术。差不多吧。拍卖可以取消吗？取消？实话告诉你，这东西普通人服用容易爆体而亡。我已经在计划把它炼制成丹药。炼制丹药？苏小哥，你干什么？我想起一件事，女掌柜要我多带传音玉，我忘了准备，暂且先用这些，不够再回来取。我再试一次。苏小哥，让你久等了，快坐。方才是于世安在此，商量点事耽搁了，传音币带过来了吗？真别说，我们以这样的毒物流食，他怎么会送百吃烂吗？他们那边连传音玉也稀缺，看来你们世界的传音玉在客人中是硬通货。可惜缺陷太多，远称不上完美。看来上次手机群聊的功能给了他不小打击。这是什么？是龙之精血。于右说这很珍贵，已经封印了，想交易得先报出你的筹码，他同意才行。此等神物，即便侥幸换得也无法炼化，反而怀璧其罪。我还是看其他的吧。倒是个清醒的人。原理就是这样，我们把清单录进去。这些够分发了吗？够了，够分发了。这个给你，本是给于右的，看你们感兴趣就先给你了。于右的我重新下了订单。太好了，我正渴望有台手机呢。上次跟族人说这东西能多人联系，他们都不信。电脑就是这个吗？功能一样，但笔记本更轻便。那这手机、电脑我用什么换？上次让你搜集的灵文带来了吗？带了。怎么了？这里有苏家12道基础灵文、储物界炼制灵文，还有云上宗收集的，但我苏家的绝对保真。日后我在灵文上若有心得，定与你分享。多谢云姑娘。另外还有一事，但说无妨。你是否还能再弄到一本神鹿牒？是我爷爷的意思，他认为神鹿牒是人造之物，应当不止一本，所以托我问问。下次见到于右，我帮你问问。真的，太感谢你了。此物构思精巧，但我没太大兴趣。不过墨家世代钻研机关，我回去可以拿给他们瞧瞧。好，那你拿回去给他们瞧瞧。储物界的禁制该如何设置？你能教教我吗？可以，但要从基础学起。我想学。那我明天带书过来。今日洞外聚集了不少人，我得尽快出去说明情况，不能久留。正事要紧。苏小哥，除了未时和酉时，其他时间你提前联系我，都能过来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等等，上次那批法器卖了，这是报酬，共5000上品灵石。
5000！那些法器竟能卖出如此高价，我还留了一半呢。云上宗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。走，再给你看样东西。我的族人见到一定会非常喜欢。苏小哥，没看出来你还有这般少女心呀？不是我要用，是给我妹妹选的。我在纠结选我中意的还是她喜欢的。既然你们都喜欢，那就2套都带走吧。可以吗？这些不是还要留给其他客人吗？本就是为你们准备的，剩下2套留给于佑。好，那我用什么跟你交易？用你们的家具换1套就行，那套粉色的算我送你妹妹的。多谢云姑娘，我妹妹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小子，传音玉换到了什么？120副传音玉，换得60枚上品灵石。2副传音玉竟能换1枚上品灵石，相当于1万下品灵石。若真如此，我们日后专攻炼制传音玉，收往异世，岂非一本万利？没想到那些法器竟能赚这么多。谢谢苏公子仁义。云姑娘给了5000，分出去不到1000，剩下的足够苏家周转一段时日了。苏元彻，上次提的清单拿到了吗？这是女掌柜给的天才地宝清单，各位看看。这怎么看？这些方格子是干嘛用的？那种今后的角落丞相就哼语了。这字缺胳膊少腿的，写的是啥？字迹怎么这么小，还这么工整？这是女掌柜说的表格，依行联查找即可。至于上面的简体字，仔细辨认10之8九能看懂。再生沉梦石能增强神魂，鲲鹏灵羽蕴含极速与变化之道，这是传说中的神物。先天阴阳5行蒲团，坐于其上可沟通天道。苏元彻，那女掌柜手里真有这些神物？神物兑换代价极高，诸位还是看看下面易获取吧。莫长老，这是我从女掌柜那带回的，您看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保险箱，需要密码打开。结构粗陋，毫无精妙可言。怎么，那女掌柜想让我墨家仿制这等破烂？不是，只是上面的密码设置或可借鉴。我墨家传承万载，哪件法器不比这铁盒子精妙？下次把这几件真正的精品带去，让他好好开开眼界。行，早料到墨家看不上这凡物，当时只是不好服了他的好意才带回来。不过这事不用告诉他。小子，这几样东西我墨家要了，去告诉那女掌柜务必留着。若能用这几件法器换到最好。莫长老算盘打得真精，区几件法器就想换天才地宝。你先看看后面的标价吧。若那女长宰执意按此天价，这生意怕是做不成。那离谱的标价，本就是我建议他标的虚高价，为的是给他留出谈判空间。莫长老稍安勿躁，女掌柜说了，价格仅供参考，具体交易时可以再商量。哼，这位女掌柜倒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这肚子里的弯弯绕绕，岂是我们这些莽夫能比的？清单在此，诸位前辈慢慢挑选。这东西我早就想要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。还以为在他的世界极为珍贵，没想到他就这么直接送我了。知道了。苏元策，女掌柜要那么多传音玉作何用处？可是那位上古修士需要。今日的传音玉是丹师需要，不过上古修士确实也有需求。
上古修士终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了。上古修士是大能，怎么会连传音玉都没有？既然大能有需求，为何不优先供给他们？因为那位大能在使用时，传音玉突然碎了。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使用过程中自行碎裂。绝无可能，除非主动摧毁，否则绝不会碎。竟是那上古修士做了手脚。是谁告诉你传音玉坏了的？是女掌柜转述的。哼，他一个凡人懂什么？定是他传话出了偏。言之有理，你最好亲自向上古修士确认。诸位稍安勿躁，传音玉是承受不住上古修士的力量。换言之，想与之交易，需对传音玉进行改良。传音玉自古如此，如何改良？你可有好主意？我提议尝试用上古修士世界的玉石来打造传音玉。我怎么没想到？倒是个法子，只是要换对方的玉石，代价不菲。打造成传音玉再交易，仍有利润空间。爷爷，此前我提过，女掌柜的手机可同时与多人传讯，手机我已带回。快给我看看！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，竟能千里传音。原来是这个东西。它不仅能千里传音，还有闻所未闻的功能。